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全球股市的一些情况。那我们主要说两大市场啊，也就是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那中国股市呢，我们说4块啊。第一块呢，就是说观察中国股市的4个指标啊，这个呢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第二块呢，就说这个股市收益的3个来源里面的央行放水。那第三块呢，就说一下近期呢中国股市走势啊有一些异常的现象。那最后一部分呢，就说一下中国股市啊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啊，也就是减持因素。那好，我们先来说中国股市啊。那4个指标呢，第一个指标就是观察中国股市的成交量。那成交量呢，在7月份达到 1.6 万亿以后啊，后面就有所回落。那最近呢，一直是在1万亿出头这个规模。那如果它想突破前期的高点呢，那必须还要有一个放量的一个动作啊。那目前来看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跟 1.6 万亿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那第二个指标呢，就是观察股市的这个两融余额啊。两融余额呢，目前还算正常啊，在 1.29 万亿这个水平。那第三个呢，就是北向资金。北向资金呢，在7月之前一直是净流入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可以明显的看到最近这10几个交易日北向资金一直是大部分是净流出的一个状态。那第4个指标呢，就是看一下这个指标股的一些走势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指标股包括这个就是医药里面恒瑞医药迈瑞医疗这些龙头股这个消费里面看茅台五粮液包括这个海天味业这些大的这个领导板块里面的领导股。那这些股票呢，大家看它的走势图明显发现已经在高位开始有一个筑顶的一个状态在高位呢已经盘桓很久，而且它从3月份的这个当时的低点到现在也很多都翻了1倍。好，这是4个观察中国股市的4个指标第二点呢，就说这个股市的收益的3个来源，之前我给大家也讲过第一个收益来源呢是赚这个业绩的钱，第二个收益来源呢是赚这个低买高卖的钱也就是差价的钱，第3个来源呢是赚这个央行放水的钱。那前2个收益的来源呢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到这些年是越来越难赚这方面的钱或者这方面的钱呢就是不是一个收益的重要来源。收益的重要来源呢这些年来越来越体现为这个央行的放水。那央行的放水状态呢，大家从年初到现在也看到了这个社融的增量还有这个人民币贷款的增量非常高。我之前有节目呢也给大家分析过上半年呢社融在 20.83 万亿，人民币贷款呢在12万亿，都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那下半年呢，这放水的这个效应肯定没有上半年那么大，对吧？而且上半年的降准3次降完以后也没有再接着降准，所以说可以想象和可以看到下半年的这个水量呢肯定没有上半年充沛，对吧？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大家不要忘了这个8月份的这个资金缺口呢是比较大的8月份呢在银行体系大概呢会有将近3万多亿的这个资金缺口主要体现在哪儿呢？一个就是 1.1 万亿的这个国债、特别国债还有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需要钱。第二部分呢就是5500亿的中期贷款就是那个麻辣粉 MLF， 还有1000亿的7天期的逆回购还有 1.7 万亿接近 1.7 万亿的中小银行的同业存单。所以这些资金缺口呢都需要去填补不管是你央行通过降准的方式给商业银行充一些弹药，或者是通过这个常规借贷便利通过一些这个其他的货币手段去进行补水。好，这是关于央行放水这一块。那第3个部分呢，就是近期股市走势呢确实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现象。那比较异常的现象最初出现是在7月31号。那7月31号那一天呢，可以看到明显这个有大资金想拉抬这个券商。但是以往拉抬券商呢都是会有跟风资金的不光是在这个券商上跟风，而且会在其他的这个科创板创业板活跃板块和活跃股票里面迅速的有资金引入和跟风但是那一天在7月31号的时候已经明显的出现拉抬券商股的时候资金不太跟风了然后第二件比较诡异的事情就是在这个8月4号的时候呢，资金明显是选择了这个拉抬银行股和保险股拉抬这2个权重板块。因为上一次在7月31号拉抬券商的时候发现没有跟风嘛，所以这个调转身来就选择拉抬银行和保险。但拉抬银行和保险呢，明显效果也是不是太好，只是能把这个盘面稳住罢了。那到了最新的就是这个这周4的一个这个股市的走势可以看到这个
尾盘呢它是拉抬的券商啊，它没有选择一开始拉抬券商，但是在尾盘拉抬券商。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整个创业板指数啊也是跌的啊，科创板这块呢啊也是跌的，就说明到了目前的阶段，你在拉抬券商呢，很多的资金啊不再跟风，不再涌入活跃的前期的这个科创板块啊、医药板块啊、消费板块或者其他的这些板块。那拉银行和拉保险的效果呢啊又不怎么样，所以呢这就是目前的一个啊比较走势呢，从盘面中啊可以感受到的比较异常的一个现象。那第4块呢，就是我们说一下这个不可忽视的减持因素啊。其实这个减持呢啊要看什么位置啊，就跟 IPO 发在什么位置一样。这个当年的中石油包括今天的这个中芯国际，都是在市场非常火热的时候啊，我一直这个说这是牛市的后半尾段嘛，在牛市的尾期的时候啊做的这种发行的动作。那目前来看呢，这个减持呢啊在这个7月份的减持金额也是创了整个全年的新高。7月份的 A 股减持的市值呢达到了938.5亿元啊，是今年的首位。那比排在第2位的6月呢是高出了239亿元，比1月份的这个解禁最高峰呢也高出了473亿元啊。可以看到这个解禁的高潮啊正在到来。那很多的解禁减持的公告呢是在之前上半年就已经公告了，真正的减持动作呢它要逐步的去在后面找到时机去减持。好，这个呢就是关于 A 股的一些情况啊。总的来讲呢，A 股走到这个位置啊，就算不跌啊，也是非常难赚钱。基本呢你在里面操作啊，很容易就两头打脸啊，两头斩压，要么就不小心追高了，要么呢不小心就割肉了，所以是非常难操作的一个阶段。好，这是 A 股。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美股啊。美股呢我做了一些拟合的图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张图呢是这样的一个图啊，就是这个是标准500和纳斯达克的图。从这张图呢可以看到，它是从2015年7月31号为基准的啊，一直到这个2020年7月31号，也就是在这5年的时间，如果他们的起点都是从100%开始啊，也就是从1开始的话，那到目前为止呢涨了多少？那可以看到明显的纳斯达克呢是翻倍啊，翻倍都不止了。那标普500呢，它是涨了160%啊，不到这个的160%不到的水平。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这个第2张图。那第2张图呢，可以看到它是就是5大科技股啊，还有和标普和纳斯达克全部合成了一张图。那这张图呢，可以看到涨得这个最猛的就是亚马逊啊。亚马逊从2015年7月31号到现在呢翻了这个5倍多到6倍这个水平啊，这是涨得最牛的。第2只呢就是这个微软，微软是从2015年7月31号到现在呢是翻了大概4倍多这个水平。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拟合图的一个现状一个状况。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再看一张图。这张图呢是把这5大科技公司糅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组合，一个 portfolio， 然后和标普500和这个纳斯达克做比较。就如果你买的这5只股的一个资产组合的话，那从2015年7月31号到现在，如果持有下来的话，是明显是跑赢既跑赢纳斯达克指数，也能跑赢标普500而且跑赢的幅度非常大。那好，给大家看这3张图是什么意思呢？这3张图的意思就是说，在美联储的这个每次这个放水之后明显可以看到这种资金的流向它是加速的流向这个科创板块为代表的这个纳斯达克指数。然后在纳斯达克指数呢，又明显的流向了这个大型的这种科技股和科技公司尤其是这5大科技公司。所以说每次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货币释放它的资金的去向，它的分配是多寡有极大的不均这个明显资金会流向这种效率更高或者说是创造价值更多或者说是更受热门追捧的这个板块。好，接着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些就这3只科技股的一个涨势的一个陡峭程度。那第一只呢，我们看一下是苹果苹果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它从苹果现在已经 1.9 万亿了最新的这个市值其实它从2500亿到5000亿5000亿到1万亿，1万亿呢再到 1.9 万亿，你会发现速度越来越快，所用的时间呢越来越短这个上涨的这个斜率陡峭程度呢是越来越陡峭。那可以看到这个17年到18年这一段，这个斜率可能是在30度然后从这个19年这一上涨的整整1年可能斜率就是45度。
那从这一次疫情以后到现在呢，上涨的这个斜率更大，可能达到70多度到80度，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上涨的角度越来越陡峭，速度越来越快。好，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微软，微软呢也是一样的啊，从这个图上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前期的上涨斜率啊，这个35、45度啊，后面呢越来越陡，越来越陡啊，尤其是最近这次疫情以后就更陡。我们再看这个亚马逊啊，亚马逊也是一样啊，可以看到这一波也是非常非常陡峭啊。那其实呢，如果放大了看这个整个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啊，或者是这个标普指数啊，其实主要是纳斯达克指数，它非常明显，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上涨斜率，就是从指数的这个角度啊，如果你看周线图的话，你可以看出这个上涨的斜率陡峭程度是越来越陡峭啊。那这个代表什么呢？啊，这个代表的其实就是整个这个货币体系、货币制度啊，比如说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资产负债表也好，或者整个美国的这个信用货币体系也好，它随着规模的扩张啊，债务的扩张，这个体量绝对量是越来越大，所以越到后期呢，越放水，这个放出来的绝对量越可怕啊！这个你在这个10年前，你做一个降息的动作或者降准的动作，可能一次这个释放的货币啊几万亿美金，那走到如今的话啊，一次可能这个整个通过银行系统释放出来打出来的这个信用货币啊，可能是10几万亿美元的这个体量。那光就从美联储扩表，大家呢也能感受出来啊，这个美联储扩表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3次扩表啊，用了3、4年的时间，4、5年的时间啊，才从这个8000亿扩张到4万亿。那这一次疫情呢，美联储的扩表从4万亿啊到7万亿啊，仅仅用了3个月都不到啊，2、3个月就完成了。所以说你可想而知，这个货币之水啊，货币的当量有多大。所以这个美股的整个指数的走势呢，也是越来越陡峭啊，越来越快，明显是一个加速上涨的一个状态。那好，我们再看一下这5大市值公司吧，占这个整个标普500的这个市值比重。啊，这张图呢，大家可以看到，在高峰时期呢，就是标普500里面最大的5只股票的市值啊，占到整个标普500的市值的这个比例呢，啊，是之前在1980年代是19%，啊，到这个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前是18%，那这一次呢是20%。那这个数据呢，还是截止到2020年4月23号。如果到今天的话啊，远不止20%，可能在24%、25%啊。最近的这个科技股的疯狂，大家也看到了啊，涨不停涨。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啊，如果是从这个均值回归的角度啊，就是这种集中度如果这么大的话啊，有2种情况，对吧？首先我们从大类上分2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以后整个世界的常态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种超级的2-8分化，就是5家公司的市值啊，占到这个全市场市值的25%甚至30%，就维持这种趋势，就以后社会就整个这个不变了，就是这样。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啊回归到啊，就是像往常一样，回归到这个一个正常状况啊，这个财富的集中度不可能这么集中。那这种回归呢，可以2种方式实现，一种呢就是其他的股票涨上去啊，追上去这个前5大科技股的这个涨幅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一起回落啊，一起回落到一个水平。那科技股的回落呢，要比其他股票的回落速度要快，幅度要大啊，这样才能回归。所以大概就这么啊，这个情况的分类给大家说一下。那接着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前5大市值这5大科技股的市值的这个市盈率估值水平啊。那可以看到，这估值水平在之前呢，2012年啊，包括到2019年啊，基本是在20倍左右啊，这个水平。之前最早的时候可能是10几倍啊，后面估值在20倍。总体来说，估值的这个上升还算是温和，对吧？没有像 A 股这样这么夸张，估值从10倍到100倍啊，都经常会发生的。但是这一次疫情不同，这一次疫情过后，随着美联储的这种放水，它的估值水平从20倍啊，迅速的直接扩张到这个33倍啊，可以说是估值扩张了将近50%多啊。也就是说，它涨幅的50%是靠估值扩张得来的，可能业绩在里面的这个占比的成分啊，只有20%都不到。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随着各国央行的放水啊，我以前也说过，就越放水呢，成长股的受益程度越明显啊，它这个吸纳水的能力非常强啊，这个估值扩张的效应非常明显。那我们再看一张图，那这张图呢可以看到，整个四大科技公司的这个总市值吧，就是微软啊、苹果、
谷歌，还有这个亚马逊啊，它这4家公司的市值呢，加总起来已经超过整个日本的总市值啊。那这4家公司的市值加起来将近快到6万亿美元了啊。如果再算上 Facebook， 对吧？那加起来可能就将近快7万亿美金，对吧？7万亿美金，因为最近这个科技股又涨了嘛。那7万亿美金的市值相当于什么呢？大家知道 A 股的市值在7月7号才刚刚突破了10万亿美金的市值。那美国的这前5大公司的市值加起来就已经达到了这个中国 A 股市值的70%。那如果把美股的前10大股票的市值全部加总起来我没有具体测算但是应该也不难这个应该可能已经超过了或者接近了中国整个 A 股的市值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市值的集中度呢是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可怕。那好，最后呢我们再看一张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全球前10大市值的一个构成。那排名第1名的这个是沙特阿美这个其实不具有代表意义。那沙特阿美的基本是举国之力全国的这个石油储备、石油这个资源全部都集中在这个沙特阿美一家公司所以你看它呢，其实它与其说它是一个公司的话，不如说它是一个王国一个自主独立的一个王国。那其他公司我们再看，基本全部都是科技公司了除了这个巴菲特的这个巴郡除了这家公司以外，其他的全部基本都是科技公司这个 TMT 的公司。所以说可以看到整个目前全球财富的一个体现它越来越体现为一种虚拟资产，体现为一种互联网资产、科技资产，然后实物资产不管是石油铁矿石还是消费的商品汽车它在这个人类财富中的比重占比是越来越小。所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未来 5G、物联网、人工智能可能这种趋势呢还会加强我们就会来到一个真正的数字时代吧。那好，最后呢再说一点，就是其实这种估值的集中这种市值的集中它是对这种富人吧，或者说对这个有钱人对资产持有者是非常有利的。这个我也多次强调过每次的放水都是加剧了这个富人有钱的人更加有钱如果你是赚工资的话，你跟这个基本没关系你工资还是不变的，或者稍微涨一点。所以说有一句话说，涨的呢，每一次放水涨的呢都是有钱人的资产，而不是普通人的薪资，对吧？那很多的机构呢，大的机构在这种比如说5大科技公司上的持仓和市值都非常大然后呢他们涨得又非常猛所以说这些机构的这个财富呢就水涨船高因为大家要知道，在熊市呢可能你们比拼的是这种绝对收益收益率，比如说是少亏一点，或者说是这个收益率稍微高一点。但是牛市呢比的那不是收益率，比的是本金谁本金多谁就获益多这个收益率反而没那么重要了。好，最后呢就给大家再总结一下，那关于 A 股呢，就是最近出现了比较异常的走势就是不管你拉抬券商呢还是银行保险，那其他的资金呢都不再跟风不再进入到其他的这些活跃板块。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些领导板块的领导股那些大的这些市值的股票，基本呢进入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阶段不再上涨甚至呢有下跌的这种趋势。那第三点呢，就是这种减持的因素开始凸显开始有资金陆续开始大量减持。这是关于 A 股。那美股这块呢，是给大家讲了前5大市值的这个公司的涨势和涨速越来越快，斜率越来越陡峭，包括占整个标普500的市值的比重越来越大那随着这种越来越夸张的上涨和速率越来越快，集中度越来越高那一般呢会来到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状态。那好，不管是 A 股呢还是美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放水的边际效应呢都在减弱都在进入一个边际效应递减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再看，如果再去看这个日本的股市德国的股市或者是法国的股市呢，那他们呢基本都是偏向于跟随者都是没有 A 股和美股这么大或者有这种领导地位。那好，今天的分享呢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